上集说到，亚伦刚和公寓老大达成共识，可不料卡森却突然暴起杀人。实习生当即便吓傻了，原本他以为是来这里交流合作帮助他人的，却没曾想却是这样的结果。他被吓得准备逃回联邦去，恰巧公寓附近有2匹马，现在也不管是谁的了。来人竟然是消失很久的倪老板。 How many of you are there? 12. What are they armed with? Machine guns? I don't know. 这时从远处跑来了一个酷似樊少皇的女人，看样子是倪总的同伴。 Elected. The guy in charge is arguing with 2 others, a priest and a guy with a spike ball for an arm. 倪总一听当即就愣住了，这俩人不就是加百利和亚伦吗？ They didn't know either. We come from a place called Commonwealth. This isn't what I signed up for. 倪老板自打离开亚历山大后，便加入了这个宗教团体。今天他和女人刚从外边回来，远远就听到了家里响起了枪声。而现在，老朋友加百利和亚伦好似也遇到了危险。凭借他和女人很难救出他们，所以他拿出地图，在上面标记出了山顶寨的位置，让实习生到这个地方去，找到一个叫玛姬的女人，告诉他加百利和亚伦有危险。青年拿上地图，便开始动身去搬救兵，而倪总和女人则悄悄地潜入进了公寓里。刚摸到大厅门口，就看到卡森冲了出去，首领也变成了尸体躺在了地上。大厅里只剩下了一个士兵在看守着加百利，而卡森等人一出来就看到了实习生骑马准备逃离，他当即命令手下将其射杀。士兵刚想补第2枪，就被亚伦给放倒了，他再也看不下去了。而与此同时，楼内的女人看到周围没人后，直接果断地冲了出去。士兵连声音都没发出来就被干掉了。老加一脸疑惑地看向来人，竟然是许久不见的尼根。倪老板给他解开绳子后，俩人同时看向了外边。此时卡森正拿着手枪对准了亚伦，他们刚准备想办法救援的时候，女人就提醒他们说后面又来了2个人，得赶紧离开这里。老加还在担忧着亚伦，可倪老板二话没说，拉着他就先撤退，只有他们活下来才有机会救亚伦。他们刚离开，2个士兵便走了进来。 One goddamn minute! 等1个小时以后，实习生拖着重伤的身体终于到达了山顶寨，并且把地图交给了莉迪亚。只是还没来得及说出加百利和亚伦的事，就咽了气。后面的剧情就是之前提到过的，玛姬3人驱车去救援，不料半路遇到了3个变成丧尸的联邦士兵。这3个倒霉蛋正是运送武器和物资的人。就在他们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刚好遇到了逃出来的亚伦。 后面经过交流，玛姬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去营救加百利。他拿出实习生给的地图，问向了亚伦，上面标记进入大楼的路线是对的吗？ Yeah. Where'd you get that? You gave it to the guy who rode into Hilltop. No, I didn't. And who did? 而时间线回到现在，在公寓的楼顶，穿上铠甲的卡森，眼神透露着冷酷与无情，似乎这次的杀戮唤醒了他那颗杀手的心。 Residents of the complex, you have been deemed enemies of the Commonwealth. 他的声音响彻整栋大楼，警告着躲在房间里的人，交出武器的话就能活命，否则他不介意屠杀所有人。而此刻，倪老板正带着一些人躲在一处暗格里面，他们自然也听到了卡森的警告。老加有些着急了，他询问女人所谓的武器究竟在哪里，但倪老板告诉他，我们的人从来就没有抢劫过他们，更别提什么武器了。 You don't understand. I'm praying that you did steal them, because without them, we're dead. He's not going to let any of us leave here alive. 10分钟过去了，大楼里始终没有回应，卡森也失去了耐心，他让2个俘虏跪在了楼顶边缘。 Where are my weapons? I don't know. You really don't, do you? No. Okay. I believe you. And how about you? 房间里的人听着外边的惨叫声，心里别提有多愤怒了。而且惨叫声越来越多，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已经有5、6个人被推下了楼。这群畜生当真是毫无人性可言。卡森见俘虏都杀完了，这帮人还无动于衷，于是开始命令手下清剿每个房间，凡是不开口的通通干掉。此时的暗格内，气氛有些压抑，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绝望。女人见状便开口对众人说道：“我们需要团结一致，
别想着投降和祈求原谅。虽然首领被他们杀害了，但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这么久了，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我们的家人都在这栋大楼里，他们还在等我们的救援。这里的地形我们可比那群混蛋熟悉多了，只要我们好好利用这一点，就能成功的逃出去。So that was pretty good. They took out our best. Yeah, but they needed to hear it. 而此时，在公寓的东楼，一个士兵的对讲机响起，塔森正在里面询问他东楼的情况，只不过他已经没法回应了，因为他遇到了偷偷潜入进来的马基4人。东楼的2个士兵都被他们悄悄地给干掉了。随即，他们拿起了士兵的对讲机和武器，开始朝着楼上摸去。此时的楼顶，士兵们支起了天线，连接了对讲机。塔森准备向远在联邦的兰斯汇报一下情况。他告诉兰斯自己这边已经攻占了大门。兰斯听到后也是面露喜色，赶忙问起了那批武器。塔森表示自己正在寻找，这里的原住民不太配合，他得需要一些时间。兰斯听后直接表示，既然都不配合，那就让他们全都别开口了。现在找到那批武器是要紧的。他这边刚结束通话，有一个士兵过来通报，说是东楼的2个同伴被袭击了。塔森听后当即便下令搜寻东楼附近。而马基这边，他们已经悄悄地摸到了3楼，刚上来就听到一些房间里隐约传来了很多惨叫声。马基快速地闪身到一边，他先是看了看走廊，看到没有人把守后，便朝着莉迪亚打了个眼色。他们决定分成2队寻找加百利，不然4人在狭窄的走廊里很容易误伤到同伴。马基和亚伦朝着另一边走去，周围时不时地传出枪声和惨叫声。不多时，马基和亚伦摸进了一个房间，2人小心翼翼地搜索着。亚伦注意到厨房的桌子上有一些食物，但却是没有看到人。马基走到了最里面的房间，扫视一圈后，并没有看到有其他人。就在2人准备去别的地方的时候，一把手枪突然抵在了马基的脑袋上。 One more step, you die. 来人也很狡猾，把自己的身形压低，躲在了马基后面，丝毫不给亚伦机会。就在3人僵持住时，一把镰刀勾在了女人的脖子上。来人正是科尔和莉迪亚。 Not happening. We're here to help. 他们现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就在他们相互猜疑的时候，一个声音传来，4人扭头看去都愣住了。马基也趁机转过身来。让他们意外的是，你老板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上前拍了拍科尔，表示大家都是自己人，都把武器放下了。 Let's put our shit back in our pants and zip up. That way? 莉迪亚震惊地看着倪老板，当初都没和他打声招呼就不辞而别。Kiddo.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e live here. Okay, so what now? They have Gabriel. No, they don't. Come on. 接着，倪总带着他们来到了衣帽间。原来把衣服推开，这里藏着一扇非常明显的门。进到屋里后，他们才看到，原来这里还躲着这么多人，加百利也在其中。Maggie? Hey. I wasn't sure you'd made it. I almost didn't. Did your people steal their guns? Hijack that convoy? No. You sure about that? 女人有些生气了，怎么每个人见面都要怀疑他们？她很讨厌被人质问。Yeah, why don't you just ball up, stop tiptoeing around it, and call her a liar? Your boss had skulls on his bookcase, so yeah, I'm inclined to call bullshit. We didn't do it. Yeah, but who did? It doesn't matter. We have to get these people out of here. 这时，女人说道：“我们还不能走，大楼里还有许多我们的同伴，不能丢下他们。我们得先把躲在楼里的同伴找到，然后再一起逃出去。”最后，女人决定，她和马基一起去搜索房间，让尼根留下来保护房间里的人。这么安排也是因为她并不信任马基他们。马基也知道对方的想法，他没有推脱，直接跟了上去。他们走后，李总安慰着同伴们，让他们不要太过恐慌，大家肯定能活着出去的。这时，莉迪亚站起来朝他问道：“你为什么当初连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了？” I left because that's what everyone needed, right? Did you find them? What did she do? 倪总没有回答他，而是抬起了左手，亮起了无名指上的戒指。你没看错，又是传统美剧的黑白配。倪老板和那个酷似樊少皇的女人结婚了。 You have a hand in putting those skulls on Ian's shelves? Says the guy that rolled up at the Gestapo.
We didn't know. 老家解释说，我们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之前被联邦社区的美好生活蒙蔽了眼睛，其实根已经烂透了。莉迪亚此刻也没有了向往之心，在他看来，所谓的联邦和地狱者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戴的面具不同而已，都是打着帮助别人的旗号，然后背地里进行吞并。这时，你老板的对讲机响起，他的妻子在里面说道：“我们现在在5楼，那些士兵已经散开了，趁现在快带着其他人撤退。”众人一听也不墨迹，当即开始行动起来。你总朝着窗户外面看了看，下一秒就不淡定了。Oh shit. 此时的1楼，一个士兵走了进来，他的手里还拎着一个孩子。Sit and stay. 小孩居然是马基的儿子赫希尔，他怎么会在这里？ Sarge, found a truck on the perimeter. Kid hiding inside. Affirmative. 你老板来得很及时，他刚才在楼上看到的时候就赶忙跑了下来。